次我们的频道比较特别，是介绍要回国的礼物。那我们分为3大类，主要是有零食区，然后还有美食跟保养类，跟还有卡片。那首先呢，我想要先介绍的是零食的部分。那零食部分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绿色的盒子，然后有2个，一个大一个小的。那这个牌子是叫 Sunbite， 那这个牌子这个是波浪形的饼干。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平的，就是谷物的饼干。那这4盒呢是我托朋友要买的，那这个是我要就是回去发给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朋友的。那为什么会选波浪形的？波浪形因为刚好它有卖，就是1包1包，它比较好，就是分给其他人。它加1盒的话，就是直接就是1包了。所以它这刚好1包有5小包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带给亲朋好友吃。那这个品牌呢，在澳洲也是非常夯，因为它很健身，那并且它的口味也是大家很喜欢的，是奶油香葱口味，所以大家都会选这个绿色的盒装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我最喜爱的巧克力。这个叫 Byron Bay， 那它原本是在1990年成立，然后是小家的店，然后越开越大家。然后我那时候当然是颜控，看到这个包装非常的精致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会很贵，但还好它有时候会半价，所以就是觉得好像很适合去当送礼，就会觉得好有质感。那我最喜欢口味它是巧克力，因为我觉得吃起来很浓郁。那你有什么意见？有意见啊。那你不是也很喜欢吃这个？不错吃。对。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口味是比较清爽的，是新出来的，然后它是黄色包装，那它的口味是香蕉，好像是香蕉，就是香蕉什么？香蕉芭乐口味。香蕉太妃口味。香蕉焦糖太妃的，那它的包装就是比较夏天的，比较活泼一点的。那如果保守起见，还是觉得巧克力大家应该是比较好送的，所以我们就一次买了超多包，买了10包。那再来是另外一种巧克力，这个巧克力是比较平价的，然后它是叫 Cadbury Dairy Milk。那它这个是我第一次来澳洲时 Fred 推荐给我的，因为他自己也很爱吃。没有，我现在不吃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不吃巧克力。他现在在那个健身饮控。那这个就是小小的一条，就是也很好送朋友。那这个也是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成立蛮久，这个好像是1905年那时候是英国成立的品牌，然后后来是到1921年吧。他在澳洲的 Tasmania 去工厂，然后去产出的商品，所以现在你是说你手上这根已经有100年历史了？对啊。那根已经100年了吗？那过期啦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好吗？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阿公的巧克力送小朋友的话，很适合拿这个给小朋友啊，他们应该很开心。另外一个品牌，这个就是纽西兰的 Wheaticus， 对 Wheaticus， 那它在澳洲也是很 popular， 然后随时在 Woolworths 就可以看到。那时候如果用原价的时候就觉得好贵小小一个的，后来吃了之后才发现，这超好吃的，然后小小一块也是很漂亮。那特别让我觉得很讶异的口味是它有个椰子口味，是这个椰子口味的。对，那个椰子口味，它通常你会想象，椰子口味跟巧克力感觉会很甜，或者是很普通，但没有，我觉得吃了之后我觉得蛮惊艳的。所以大家想吃巧克力的话，可以来澳洲或纽西兰尝试看看这个牌子，那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。那食物的部分大概就是到
目前是这样。那接下来进入到保养类跟生活类的部分。这个是我朋友托我买的，叫 Meteo。那它是在墨尔本成立。那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牌子，是因为朋友介绍我才大概查一下，原来在澳洲人会用这个牌子。那它这个也是有1993年就成立了，也是可能澳洲人都会知道这个。那它就是一个很日常的防晒、滋润、保湿的日霜。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有用到的话，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来是这个是 CeraVe，应该大家不陌生，应该就是全球都有在卖的美国品牌。那这个也是我帮朋友买的。那因为大家说，为什么会在澳洲卖这个，帮忙买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款式好像台湾没有卖，所以我朋友就请我帮他买了几罐回去。如果在台湾这个，因为它这个好像也是保湿起泡的清洗的面乳，然后台湾如果要买的话就要代购，所以这次回去帮朋友买。好，再适合送长辈的部分。长辈的部分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澳洲或纽西兰蜂蜜是非常不错，蜂蜜啊、蜂胶。那其实，在澳洲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，那我就是看包装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如果买蜂蜜罐的话太重，就是对这次我们旅行负荷太大，因为我们还会去日本，然后再回台湾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可能是买那种一颗一颗，有点像喉糖的，就是送给长辈来吃。那这家的话，它很特别的是，它是 Manuka Health， 因为它是马鲁卡蜂蜜，在澳洲也是非常有名。但它是第一家，它用 MGO 的活性蜂蜜指标等级来分类的一个公司。那 MGO 是什么呢？它就是越高，就是数字越高的话，就代表它的抗菌能力越好。然后如果你那时候快生病、喉咙不舒服的话，就可以来吃这个来缓和你的喉咙。然后它也是有不同的口味，它有什么葡萄啊，还有原味的蜂胶口味之类可以选择。那我那时候是看这一小盒很好携带，然后蛮精致的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再来是卫生棉，大家就很奇怪，澳洲应该卫生棉不太好穿。然后在那个牌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它的护垫是2层双层的，然后它就是如果你忘记多带一片护垫在外面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撕一层下来。然后很多我看小红书很多人刚开始买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功用，然后是到了发现看了说明书之后，这个非常的有趣，所以我就再给我朋友用看。不会渗透过去吗？这个护垫吗？对啊。你说就2层就被渗透撕了一个就，所以它会做比较厚，也没有到很厚耶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护垫就是有点分泌物的这样，不是月经。OK， 再来是我去应该是，我去汤后。那我们是汤后。不是汤后吗 ？Rocks 那边。我们在那边下站，是吗？好，这是 The Rocks Market 买的。那边就是大家也知道，那边市集很多，会有卖很多小商品，然后女生应该会非常喜爱，也很适合带伴手礼回去的地方。那澳洲就是提供很多什么绵羊油啊、手工香皂啊，还有香氛，在那边可以挖到一些宝。那我很推荐这个品牌，它是家族事业，然后他们人都非常 nice， 它叫 Dux Collection Sydney。然后我在那边买了5个手工香皂，
一个 Upper House 的图案，然后是立体的，然后非常的可爱。那我会再附我去当时买的影片给大家看。但这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包起来，所以就不方便拆。然后他那时候刚开始给我包装的时候，只有用1张纸。然后因为我想说，想要送给一些女生啊，特别是女孩子家人啊，所以我又特别把它包的比较精致，有一个缎带跟一个小卡片，这样非常的有质感。好，那这个小东西，它是 Hot， 是美国纽约的品牌。那当时我也是看小红书推荐，在澳洲可以买这个发油，因为小小一罐那个携带很方便，然后你出油的时候它不会太大，也不是那种补充包，就是你要马上用完，不然就是要丢掉，很浪费。但它有个盖子，那它这个牌子也是很好用，所以我就是想买回去给朋友用用看。好，再最后一个生活健保类的是这个Hydralyte的品牌。那他那时候是在看 CT， 他有做一些广告，然后有发给大家试喝，应该不知道是新口味还是什么。它是 Tablet 是2片，然后就可以冲1罐，然后它是有得到 WHO 世界组织的认证。然后我试喝之后觉得还不错，蛮浓的。然后在澳洲好像也常常看到药局都会卖这个，所以很适合送有运动的朋友。那这个是桃子口味。最后再就是我们的卡片啊，大家一定会觉得说，去澳洲回国一定要写一些明信片啊，然后就代表你有去过那个国家。那明信片对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太普通，所以我就找一些比较特别的卡片。那我推荐大家去汤后的时候，那边有很多文创小店，特别是这家店好像是在不是汤后，是 Newtown， 它是 Artisan店。那他有跟这个作家合作，这个作家是 Abby Garrett， 然后我很喜欢他的画风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算是水彩画，然后非常的文青，然后我觉得摸起来质感也是非常的厚实，非常的好。那它就是有画一些选择一些很有标志性的建筑，像是这个是 Upper House。然后再来是在植物园，悉尼的植物园，最后是悉尼的 Luna Park， 非常适合就是写信给送朋友。最后呢，这个卡片是在 Hunter Village 的某一个酒庄拿的明信片卡片。乍看可能会不知道这是澳洲的，但是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非常chill，很舒服，所以我就是拿这个来当送朋友的卡片。我记得我这个地方去了2次，这个地方叫做Cricklewood， 对，然后他每次都会出不同的图案，然后非常的喜欢。然后像是有在那边办婚礼的然后他们那边的建筑，然后他们那边的葡萄园，他那边办 wedding 的场地，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的话，可以去拿一些免费的明信片哦。那这个是以上我推荐的。那我会想要如何包装精致的，我会这样选，我会选一包巧克力，然后还有这个我自己包装的香皂，
这种艺术家画的卡片，然后其他再看要配什么。如果长辈的话，我就会再配一个这个封胶，然后再包一袋，然后送出去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漂亮。这地方就是之前我来这里澳洲最早的。我们刚才在 Rock 街买了一个香皂，那店还不错哦。对呀、他们服务超好的，然后人都很 nice， 一家都觉得企业。全部东西都是手做的，感觉好像成分蛮天然的。对，再拆箱给大家看，那是我们回去的伴手礼。哇，买了一双换一双新的鞋子 New Boots， 酷哦。这个是澳洲的一个高级品牌，对，高级吗？反正就是还不错啦 ，I'm Williams。然后它原本这个鞋子我已经穿了快7年了，然后就有一些裂痕，所以我决定换一双新的。哇，帅哦！看起来非常 slick。我旧鞋现在放在这里面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要花点时间来训鞋。鞋。